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。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自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伤日何？我的存在不会因荆棘而予以残破。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。那天姑爷路过湖边，岸上趴了一只蛤蟆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咱们姑爷可真是个怪人，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。自言自语说什么？湖边的下人人来人往的，都指着他笑呢。你别再调皮了。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以后盯梢找茬的事儿都不用做了，你就帮我看好谭台烬。一来，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，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，立刻报给我；二来，看紧些，千万别让他冻死、饿死，被人欺负死了。姑爷平时连叶府大门都出不去，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，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搞装神弄鬼的事。哦，跟他聊天的还有麻雀、蝴蝶什么的，反正他除了不和人聊天，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。小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？我看你是太累了，你这几日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小姐，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。或许是整个府里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。这人啊，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，会憋坏的。这么一想，姑爷也怪可怜的。难不成是因为憋久了，心性扭曲才变成了魔神？不行，我得去讨讨他的话。二小姐，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猜对了，我这几日闲着无聊，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你说吧。啊哈，今天天气不错嘛。好凉啊！谭台烬，谭台烬，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不想。怎么可能？人受了侮辱，心中必然会生气、生恨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做点什么？比如杀了我？你想让我杀了你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。你们羞辱我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。我改变不了你们。至于
我心中是否有恨、有怨，这都没有意义。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，活着已经够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。这里是500年前，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，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，反倒是别人总对他做坏事。也许他会成为魔神，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。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，在乎他，关心他，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？太太姐，虽然累了点，但你得好好活着。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找我呀。人要是憋得久了，很容易憋成变态的。像你一样吗？你方才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没有人会喜欢我，我也不需要被喜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看，我把京中的成衣店都逛了一遍，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，你给姑爷挑挑。这件也太薄了，这件厚，颜色也好看。这也太大了吧，他根本穿不了。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？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。哦。小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那你就别问。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，拉上咱们陪葬。我害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，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，不想再做受气包了，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啊，把咱们都吃了。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？这是给我的衣裳。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。站住！哟，唐太监，怎么了？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。啊？破了？这才叫破嘛！怎么还气嚷啊？哦，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，把你脾气给养起来了？还敢瞪我？我们叶家给你锦衣玉食的日子太安生了，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了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
为什么要打人？不是你拉我干嘛呀？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了，你看他那得瑟样。叶泽宇，掏钱！爹爹没教过你，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一件吗？不是，秀你吃错药了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。我给你，见色忘义！呸！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，这口子开得太大了，不好修补了。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，再买一件吧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好，你留着，我让春桃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。小姐，宫里来旨，让姑爷入宫面圣。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，别藏着什么猫腻。我陪你。传澹台进，殿前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叶二小姐，圣上今日只见澹台殿下一人，您若闲来无事，不如去陪太后娘娘聊聊天。不要紧，这宫中我熟得很，我随便走走便好。好。魔神就是从这深宫中养出来的。澹台烬过去究竟经历过什么，又是怎么长大的？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他成为魔神？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，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。这位姐姐，叶二小姐，你可知道澹台烬从前住在哪里啊？澹台烬，这里有一封景国的书信，是宫里寄来的，你想看吗？不想。想要得到亲人的音信呢，是人之常情。你说不想，反而诈伪了。景国与我远在千里之外，此生再不踏足。景王与我也已遥隔20载，此生再无相见。陌路人，异乡地。我不关心，也不必关心。当真不关心？你可知景王澹台无极就要病死了，你的兄长澹台明朗被封为了储君。原来如此。知道了，多谢陛下。澹台明朗野心勃勃，近来屡动干戈，从未顾及过你这个当弟弟的处境。难道真的不怕姑把你的人头割下来祭旗吗？澹台明朗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有着兄弟名分的陌生人，他自然不会顾惜我的性命。若陛下拿我祭旗，只怕震碎了他的心意。哦，他如此不容你，难道你就从没有想过要回到景国，取回属于你的一切吗？原来是想玩鹬蚌相争的戏码。陛下，我离国去都10数载，身如飘蓬。景国臣民认的是澹台明朗，景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况且人各有命，王位、天下，这些都由他人去争吧。我命该如此，
能苟全活着，就已经知足。如此倒是姑多此一举了。你回去吧。此子铁石心肝，姑每次见他都倍感不适，难怪谭台老儿对他毫无顾惜。如今他既不愿为姑效力，也是废子了。派人盯着看好他，留着他在始终是个祸害。上次说的那件事要抓紧点办了。是，陛下，奴家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谨慎点儿，准备个样貌年岁相当的，不要露出破绽。到时候既可敲打一下叶家，还可以扰乱晋国。陛下圣明。二小姐到了。谭台殿下在被接去叶家之前，一直是住在这里的。你们要害殿下！你们要害殿下！他们要害殿下！这位嬷嬷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为何坐在地上？二小姐，这是迎新嬷嬷，听说谭台殿下便是她抚养长大的，又随谭台殿下从景国来到了这里。你要害殿下！你要害殿下！你要害殿下！是谭台烬吗？谁要害他？我没有害殿下。殿下，请留步。吴总管，哎呀，还一直为贺谭台殿下新婚呢，恭喜恭喜！吴总管，有话，您不妨直说。听闻殿下虽然娶了叶家的西雾小姐，可心上人却是冰长小姐。哎呀，这众所周知啊，冰长小姐与我们六殿下那是情投意合。这叶大将军呢，与六殿下也早就有了翁婿之亲。您现在身在叶府近水楼台，可否帮咱家留心着？如何留心？哎，当然是留心他们勾连的证据呀。勾连？你想让我帮你陷害萧凛和叶笑？瞧您这话说的，咱家是陛下的近臣，当然要为陛下分忧了。只要您肯帮忙，将来我不仅能保殿下长命百岁，说不定还能助您抱得美人归呢。这圣都之中，大概只有萧凛是真诚待我。我虽不至于去多管他的闲事，但也绝无理由帮这个人去害他。吴总管的忙，我怕是帮不上了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要忘了岳迎新的下场。他为何会变成这样？这冷宫常年无人踏足，我们也不知这迎新是何时封的。只是听说，自从谭台殿下出宫入府，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。我没有害殿下，我没有害殿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害殿下，我没有害殿下。你可别忘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别忘了他的命握在我的手中，是死是活，是我说了算。你别以为你现在在叶家，做个低眉顺眼的不能上桌的女婿就能平安度日了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杀了迎新。不过，我可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。我本以为你不过是萧良的一条走狗，却没想到是条话多的狗。谭台烬，你
殿下在传唤你呢。这就回去。澹台质子，方才咱家所说的，方才吴总管不过是在与我叙旧罢了。哼，看来是有所长进呢。好，你听着，若你胆敢将我方才所说的泄露出去，我就要你生不如死！哼，奸生的贱种！这吴总管话太多了。这个澹台烬真是不识好歹！干爹，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您让我去背着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，对付景国那帮人肯定能以假乱真。不行，刚刚说给他的秘密太多了，这人不能为我所用，就绝不能再留了。今晚就把澹台烬杀了，他不听话，就给咱家换一个听话的过去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！死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灵儿，你说今日有要事要跟姑商议，究竟什么事啊？回禀父王，近日有多名百姓在睡梦中无故失踪，儿臣怀疑有妖物进了圣都。儿臣接到禀报，便立即命陈贤带乾隆卫追查失踪的百姓。京城内外也布置了日夜巡查，提防妖物。父王在宫中也需小心，以防妖物祸乱。当年我国送上不照山的那些王孙公子，就属你的天赋最好，修行进境也快，仅仅3年便大有进益。不过，对付此等妖物，仅凭3年的修为，恐怕不能够十拿9稳吧？儿臣惭愧。无妨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人，你能用得上。六殿下，别来无恙。小师叔，这么说，是师父派你来圣都的啊？师兄说过了，我此生的机缘就在圣都，叫我来这儿历练几年再回山。是什么机缘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来了总能派上点用场。近来荒原结界松动，常有妖魔流窜人间作乱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逍遥宗呢，历来喜欢管这些闲事儿。这可不是闲事，是事关百姓性命的大事。父王既封你做太常博士，你既为官，自然该庇护一方百姓。眼下恰逢妖物作祟，还请小师叔助我尽快平定祸端。风水轮流转呢，我在不照山是你的师叔，来了圣国就只能当你的下官喽。不过圣国官员的俸禄也太寒酸了吧，养我一个都养不活，何况我还拖家带口的。小师叔，你又剪毛了。哎呀，还是你了解我呀。小魔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，所以他才会那么悲观无望，邪骨靠吸取怨恨和痛苦聚集力量，澹台烬才会受那么多苦。这便是魔胎的命运吗？楠楠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？多冷啊！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太辛苦了。知道心疼爹了？你真是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出去闲逛了啊。为何？都城内外都不太平，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，似乎是妖物在作祟。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，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管出事了。
他跟谭台进聊了2句，回去以后就死了，耳孔流血，死状蹊跷得很，还从耳孔里爬出一只蜂来。风？它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也吓得我的宝贝女儿睡不着觉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小姐，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不仅有妖，还有魔。哪怕是离开皇宫，躲到叶府，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。吴总管，你活得够久了，去吧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控制1两飞鸟虫鱼已是极限了。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，下次恐怕更加难以自保。如何才算苏醒？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，如果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什么法器符咒之类的外物。凡是想杀人，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什么都没有。二小姐有何不满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炸他一下。宫里的吴总管今日暴毙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你在出宫门前被他拦住了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么淡定，难道真的没鬼？从今日起，你每日睡前我要搜身。我提醒你啊，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。二小姐现在的兴趣，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少管我！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，教唆那些蜂啊虫啊给你当替死鬼？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他究竟是如何察觉的？如此说来，搜身也不甚保险。不如我全都脱了，好让二小姐安心啊。你脱，我又不吃亏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你脱啊！不脱了，要不我脱？他怎么变聪明了许多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不甘、怨恨、恐惧、悔恨，就是你了！救命啊！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深宫拥有更多噩梦了。有了这些噩梦的滋养，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胭脂花了。
红线过岭，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的人。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。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，竟在这宫墙之外。反正天还没亮，不如过去看看。就在这里，果然不虚此行。这气息好特别，这本来就是我的。大家别走！小美人儿，你分明是人，身上却有妖的东西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看来今晚收获颇丰啊！你也跟我回去吧。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，胭脂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。只要这林中开满胭脂花，我就可以化妖成魔了。京中闹妖怪，吴总管横死，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？看什么看啊？一个都不许剩，全给我吃光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。是啊，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。怎么了？到了月底，你要是长不了3斤肉，就等着挨揍吧你！他真是变态的越来越莫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说是昨晚还好好的，谁知今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恐怕是老爷昨晚说的那个妖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将军请了太常博士来府里驱邪捉妖，说是6殿下也来了。我去看看。对萧岭的兴趣倒是没变，也好，这样吴总管的事就不会有人在意了。刘管家，带佳慧下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大哥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新上任的太常博士庞一之，听说呀是逍遥宗掌门的嫡传弟子，也是6殿下的同门师叔，最擅长施魔捉妖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啊？听说是不照山的什么清虚真人。没听说过呀，怕是赵幽伯伯的太师傅之类的吧？什么妖魔都逃不过他的探查，可一眼定乾坤。他若出手，妖魔必死无疑。糟了，此人是逍遥宗高徒，若被他识破澹台烬身怀邪火，把他处死了，岂不乱套？怎么办啊？庞博士有何赐教啊？小师叔，他怎么了？庞博士，这位公子，面相不错，将来要大富大贵呀！来日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勿相忘啊！
那就借庞博士吉言了。500年前的逍遥宗，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？庞博士，转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发现呢？回将军，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，但好在府内的诸位应当没有什么大碍，请将军允许在下于府上布阵施法，寻找那妖物的踪迹，寻回大小姐。好，那就拜托庞博士了。你是说，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，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，还把这些人用来种花？对，叶冰茶和银心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了。不过看起来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取这些人的性命，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看看叶希雾他们在做什么。叶希雾最近异常敏锐，他已经怀疑上我能控制鸟兽了。现在告诉他这些，无异于主动认罪罢了，何必惹祸上身呢？锁妖阵，是在这儿。下一步怎么来着？这个棋插哪儿啊？白棋属金。这儿插过了，那儿也不对。不对呀，不是这儿。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？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，如今没有法力，刚好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庞博士，借你几张符纸用用，反正为了大家好，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这人间的苦楚，果然就是胭脂花最好的肥料。不枉我千里迢迢从荒渊来到这里。这2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？这么快就开出胭脂花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原来是景国的婢女，跟随质子来到了宋国。放开我，殿下！放开我！哇！这是谁？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，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。若用它种出胭脂花，必是世上最鲜美的极品，一定可以让我化身成魔。这个锁妖阵，岂不就是守株待兔？若是兔子不来，再等10000年也抓不到。去，二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被刚才这只鸟吓了一跳。我觉得，你要是不告诉他们妖怪在哪儿，他们等到天亮也等不到。没想到，叶希雾这个女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
雀怕鸟，你离她远一些吧。好吧，这个女人平日里凶神恶煞，居然还怕我。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，我闻到了，就在那里，就是它，从未有过的香甜，一定能种出这世间最美的胭脂花。居然有逍遥宗的人在这里，要小心了。那是什么？太上之令，摄魂术影，旋帆复位，天地肃清，收！哎，六殿下，这不就抓到了吗？不好，这黑雾是障眼法。是声东击西。那是唐太进的房间。这样便认不出来了。得想个办法把这纸条塞给萧凌。英雄，且让他去惩了。我不能再引起叶惜雾的怀疑了。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胭脂花。冲灵开弓，紫翼玄雷，劈！不自量力！唐太进，你抓紧我！叶惜雾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！我不能让你死！好一对痴情眷侣，那就一起吧。二小姐，完了完了，叶将军最宝贝这个女儿了，他一定会把我脑袋给拧下来。六殿下，二小姐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二小姐被妖怪卷走了呀！叶冰常在南郊半枕山，我要去救他。这鬼画符不会是什么陷阱吧？如今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校长乾隆卫，咱们走。好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苏苏，那魔神来得如洪水猛兽，你要留下来守好山门。掌门那边由我来帮忙。什么？师兄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我……你听我说，衡阳宗总得有人继承衣钵。衡阳宗，可是现在明明已经是……苏苏，快醒醒！已经是谭台烬已经被梦瑶杀死，魔神觉醒，你就要失败了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台烬被梦瑶杀了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台烬被梦瑶杀了。爹爹，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，魔神，谭台烬，梦瑶。
师妹，快醒醒啊！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，这是哪里啊？妖怪老巢，刚才的梦又是怎么回事？谭台烬，太好了，你没死！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下来啊！胭脂花，原来如此。胭脂花是什么？我在书中读到过，梦妖把人带回巢穴，以人心中可怕或者丑恶的记忆为种子，生出藤蔓，将他们绑缚住。再让他们不断陷入噩梦，结出胭脂花供他吸食，就像豢养家畜一般。叶惜雾，你读书？你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她应该也在这儿。在那边。走吧。在这儿。迎新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怎么认识他？我之前进宫见到过他。你在查我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刚好路过一个偏僻的冷宫，还见到了一个疯婆子。我查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？你看到那妖孽了吗？嗯。夜色未尽，应该继续去捕猎了。这厮抓了这么多人，还有自己的结界，是个道行颇深的大妖，难怪庞一之他们抓不住他。睡梦越深，藤蔓会缠得越紧。谭台烬，你怎么没被绑住啊？因为我从来不做梦。先救人。小心！这里是夷月族，可刚刚还在树林。这不是现实。谭台烬，迎新向公主请安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来告诉我。可我是夷月族的公主，为了夷月族，我不得不去。走吧。
主，迎新和郎只为公主而生。公主去哪里，我们就陪您去哪里。看来这里是迎新的梦境。那这一月族的公主，就是澹台烬的母亲。软软，柔婉淑德，今册封柔妃，行凤迎，合景之礼，举国同庆。恭祝陛下良缘永缔，千秋万代。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散间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时，怀抱一只蝴蝶。舞的是浊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。情丝盘踞，卷一岁无爱，已保有无尽的后怕。几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此去了满身鸦羽不杀。